一场持续了近2年的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呢，在质疑与争议中迎来了二审。3月25日，山西大同中院外，男方家属举着证据不足、拒绝诬告的标语，与女方支持者隔街对峙。这次二审呢是第4次庭审，男方呢已经积压超过了690天，接近2年的时间。我记得一审判决强奸罪成立的时候，也就判了3年吧？对，这是准备直接给他拖满3年吗？我猜可能是这样。3月25日下午1点钟大同中院依然选择了推迟判决，看来还需要第5次庭审。为什么这么难以判决？因为这场案例呢，就是交织着情感纠葛、财产争议与司法争议，再度掀起了舆论风暴，映射了现代中国的司法困境，彩礼订婚等等中国传统与现代法律的矛盾。最重要的是这是一场极致的男女对立，女方的支持者呢和男方的支持者基本上5-5开。女方支持者认为不论什么情况，只要违背了妇女意愿，就可以直接定罪。毕竟在双方家门外的监控拍到了男方把女方拽回了房间，以及女方手臂有淤青等等。男方支持者呢认为强奸案这种重罪判决是不是仅需要女方口供以及行为上的推断，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定罪。因为男方以及男方父母律师等等一直坚持无罪辩护，女方身体内呢也没有检测出男方的 DNA。但是一审庭审40分钟就判决了罪名成立。法院到底是依照什么证据来宣判的？为什么男方说是因为房产没有加女方名字，所以女方才事后报警的？女方为什么坚持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两个人上楼在电梯里的监控还卿卿我我，为什么反转到女方夺门而出？以及女方和家属为什么不愿意出庭或者发声？今天呢，我们就尽量客观的、详细的深扒一下这个案件。我是古言，我是紫薇，感谢大家收看人微言轻。2023年1月30日男方席某某与女方吴某某经大同阳高县当地一家婚姻中介所相识。在男方母亲郑女士的表述里两个人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每天甜甜蜜蜜，手拉着手到处转，两个人都觉得挺合适。我们就想着那就订婚吧。对女方的了解呢，郑女士表示当时知道女方正在待业，更多的情况呢并不清楚，是看到两个人感情比较好，就觉得可以订婚。随后呢，男方向女方提出了提婚，女方也比较满意按照当地的习俗，女方提出了18.8万的彩礼以及婚戒等等要求，男方呢表示认同。于是小两口呢就欢喜的准备订婚宴。不过在2023年5月1日举行的订婚宴前女方又提出想在婚房房产证上加名字，男方则认为呢需要结婚之后，毕竟结了婚就是一家人了，房产财产到时候就是共同拥有了。5月1日呢，男方家为两人举办了订婚仪式，当日交付彩礼10万元和7.2克戒指。为了保险起见呢，男女双方家属在当天签订了2张纸面协议，一张是订婚收彩礼协议，其中写明男方通过婚姻中介向女方转账约定彩礼的一半10万元以及戒指7.2克，如果男方反悔不准追回，如果女方反悔呢，则需要全部退还。第2张协议呢是写明两个人在领结婚证之后在男方提供的婚房房产证上添加女方的名字。从合适到协议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带着一个现实的考量。对，双方在情绪基础上呢叠加了法律的约定，看似是传统婚俗与现代契约的一个结合，却埋下了后续矛盾的伏笔。或许合适的标准除了感情默契，还需要更多对规则的共识。当时双方其实气氛还是比较融洽的男女方和家属呢在欢声笑语中举办了订婚仪式。到了第2天，也就是5月2日，女方按照当地习俗呢又回请了男方。吃完饭之后呢，男女双方回到了男方家长为他们提供的婚房休息。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电梯里的监控男女方在电梯里是牵着手并且搂搂抱抱，说明这个时候呢没有什么冲突，并且看起来两个人感情还不错。可是随后呢却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从法律文书可见，涉案的2份这个协议确实存在特殊条款，彩礼金额呢精确到具体的数额，这个房产权益呢也附带了详细的履约条件。这种现象呢反映出当前社会婚恋关系中物质保障和情感承诺的一个平衡的一个难题。有法学专家建议婚前协议应该遵循民法典相关规定，既要尊重传统习俗呢，也要确保不违背公序良俗。5月2日当天晚上呢，女方向警方报警，称自己被男方强奸。随后呢，警方进入了侦讯阶段，
在法院公布的信息里，我们可以看到，警方调取了门外楼道里的监控，女方在14楼的家中曾经夺门而出，跑到了13楼大喊救命。随后男方也冲了出来，把女方拉扯回了房间内。是使用了暴力手段吗？没说不知道是拉着手直接回去了，还是说用拖拽扯头发等等暴力手段。根据女方的口供呢，她多次向男方表明了自己婚前不想进行性行为的这个意愿。当日下午呢，男方却向她提出了性要求，这遭到了女方的拒绝。随后呢，男方强行按住女方的一只手，强行与女方发生了性关系。事后呢，被害人情绪激动，实施了点火烧卧室柜子和客厅窗帘等等行为，还逃出房间通过步梯下至13层呼喊救命，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监控。后来呢，被男方席某某强行拖拽回房间内，期间呢，被告人拿走了被害人的手机，直到回家途中被害人母亲打来电话，被告人才把手机归还给被害人。监控记录的画面确实呈现了情感的一个复杂性亲密举动与激烈冲突仅一步之隔。但是法律判断不能仅依赖表象，更需要穿透行为背后的一个真实意愿。亲密关系中的同意如何去鉴定，这不仅是本案的一个关键，也是更多类似争议的难点。当晚呢，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警了吗？然后报警时呢，有一份比较重要的资料就是女方母亲与男方的通话记录。录音中可以听到女方母亲向男方2次发问，说你们是不是确定已经订婚了？你是不是确定强奸了我的女儿？2次发问呢，男方都回复这次录音呢，成为定罪的关键证据之一。但是男方的母亲呢，并不认同这个录音，表示他可能只是男方在长辈的询问下的应付而已。这段录音的争议点呢，在于默认是否等同于认罪。司法实践中呢，被告的沉默或模糊回应是否能够作为定罪依据？侦查期间呢，警方就多次向女方询问你是否真的报案强奸，因为在中国的司法体制里强奸案是重案，只要是报警，后面进入到检察院的公诉阶段，那个时候就算女方反悔也无济于事。女方家属呢，这个时候其实比较犹豫觉得2个人已经订婚了，告强奸呢可能有点太重了，于是双方家长进行了协商。5月3日呢，女方的大哥要求立即在婚房的房本上加上女方的名字。5月4日呢，男方母亲称女方报案当天他们曾在县公安局当着办案民警的面写了保证书，同意在房本上加名字，并且约定5月5日上午12点前，双方在民政局领结婚证以及房管局进行加名手续。5月5日上午11点男方家属到了民政局之后，表示没带房产证，这让女方感觉到自己没有受到尊重。男方家属又表示送过来也很快几十分钟，但是就是这马上要送过来的最后10分钟，让女方坚定的下决心转身而走，要继续告强奸。5月5日下午呢，警方就电话通知男方去警局投案自首。随后呢，男方自行去到警局，从此就再也没有出来过。随后5月中旬，男方席某某被批准逮捕，接下来进入移交法院起诉、一审开庭、一审宣判等等环节。男方母亲郑女士称自己多次争取，但一直没有获得女方的谅解。2023年12月25日上午，一审判决民事部分，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男方给付女方的彩礼钱10万元以及2枚戒指应认定为彩礼范畴，女方已于立案前将该彩礼退还至婚介服务部。婚介服务部工作人员通知男方母亲领取该彩礼，但是母亲拒绝领取。法院也在这个案件审理后再次告知男方母亲仍然拒绝领取。男方在女方已退还上述彩礼且通知其领取的这个情况下，仍坚持通过诉讼要求女方返还彩礼的请求已没有了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男方主张返还包括订婚宴花费1644元在内的日常多次多笔花费9977.8元的诉求女方对给付金额及花费有异议。法院认为上述款项属于维系增进双方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不属于彩礼范畴，依法不予支持。刑事部分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被告人当庭表示上诉，男方以及家属均表示不服判决。根据男方提供的刑事上诉状显示，医院诊疗手册女方外阴处女膜完整，未见新鲜破口，鉴定书说明送检物均未检出人精斑。男方母亲郑女士在进入庭审前表示，男方席某某未与女方吴某某发生实质性性关系。一审结束后，审判长接受媒体采访，认为女方骗婚敲诈等等网络言论均为谣言。法院认为双方系恋爱关系，虽已按民间习俗订婚，但并未登记结婚，
习某某违背被害人的意志，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呢构成了强奸罪。虽然事后呢双方有协商情节，但不影响认定习某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在采访中未提及到案件核心争议点，就是女方体内并没有检出男方的 DNA， 以及女方处女膜完整等等。虽然在床单上检出了男方的 DNA， 但是男方家属认为可能是平时就留下的，并非是这一次。医学未检测出生物学证据，但刑法却对强奸罪的认定呢不为结果论。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明确只要存在暴力胁迫且违背意愿，即便未完成实质性性行为，仍可构成犯罪。案件在判决之后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有人认为大同中院仅凭女方口供以及拖拽监控视频和女方手臂上的淤青，就直接宣判了3年有期徒刑。核心物证都没有，违背了刑法中疑罪从无的原则。大家都知道强奸罪有2个必要条件，一个是违背妇女意愿，2个呢是确定发生了实质性的性关系。女方处女膜的完整和 DNA 的缺失男方的解释只是下体有过触碰，女方不同意就没有继续进行。有人则认为呢，男女方第一次口供中就承认了确实发生了性行为，处女膜完整的可能是因为身体结构造成，并不能排除性行为。监控显示女方跑下楼喊救命，就是表示了不同意，2者要素都具备。男方母亲表示他就是想逼我们在房本上加名字。订婚时女方要求将名下房产转为共同财产，但我们家因资金周转困难暂未办理。案发后女方又提出了撤案条件，房产加名并且追加一部分的金钱赔偿。在律师没有到场的情况下，大同中院就一审判决有罪，不认可宣判结果。男方家属以及律师当庭表示将要继续上诉，坚持无罪辩护。截至2审男方习某某已被羁押了690天，远超同类案件平均审理周期。法律界人士指出根据刑事诉讼法普通刑事案件一审审限为2到3个月，此案因为证据复杂多次延期。法律界人士还指出，如果没有 DNA 等核心物证以及现场第三人的口供，2审应该选择疑罪从无，无罪释放。男方父亲则表示对2审无罪宣判抱有信心。女方在2审期间拒绝出庭，女方家属没有对此案发表过任何意见。现在我们就静静的等待2审的最终宣判。我国司法对性侵害案件采取被害人中心主义，但疑罪从无的刑事原则同样也不可突破。公众争议的背后实质上是2个法治命题的一个追问：如何既避免2次伤害，又防止冤假错案？这需要更精细的举证责任分配机制。我一开始是站男生的，因为这个案件首发的这个大风新闻报道称，订婚回门宴后婚房发生关系，第4天女孩控告被强奸，男方家属称婚房未加名，女方才报案，曾当民警面写加名保证书。这里明显暗示了女方有事后反悔之嫌，而亲密关系中强奸认定首先需要排除的就是事后反悔的可能。订婚发生关系后4天，女孩控告强奸的这个话题在微博上点击浏览就超过了5亿。而事实上女生是当天就报警了。从男生的口供中也能看出不存在女生事后反悔的这个情况。所以在这里我当下第一反应是被一些造谣的信息给带偏了。这次咱们再次就详细的跟进整件事情的始末才发现这个案件其实本身并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很明显男方想要利用舆论的声量来打无罪辩护，而女方在报警之后父母的一系列操作又给男方递了一些画饼，从中做文章去打舆论战。从检方和这个法律的层面来说处女膜完整并不能够作为女方诬告的证据，而男方的口供中已经承认强制女生的这个行为，并且试图插入未果。这个究竟是定性为强奸未遂呢，还是强奸终止，就看这个法院怎么判强制猥亵这一条肯定是跑不了的。强奸罪在中国属于8大暴力犯罪之一属于重罪。近些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倾向于女方，有些案件根据女方口供和男方承认性行为就可以直接宣判，而且宣判基本都是实刑，缓刑非常难。这些可以说是极大的保证了女性的安全。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诬告的情况产生的冤假错案。疑罪从无还是疑罪从有一直以来就有争议，因为这类案件基本上都是在私密空间中进行的，女方也很难举出不愿意的实证，除非有醉酒或者伤痕之类的直接证据，否则就变成了空口无凭。甚至有一些上下级关系甲方与乙方老师与学生
医生与病患等等这种以权力来要挟产生的关系，有可能就在一种半推半就的概念下就发生了。这种应该怎么判，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小统计啊，大家就可以把当地听说过的案件评论在我们的公屏里，说明一下来自于哪里，有什么案件，以便于大家的评论。从表面看呢，这是一起轰动一时的订婚强奸案，但实际上呢，它揭露了我们社会在转型期的诸多矛盾。订婚啊，在一些中国人的习俗里边就相当于结婚，代表着这个男女方的意愿，但是在法律里面呢，只有结婚的概念，没有订婚的概念，这也是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法律的尺子遇到人情的温度，我们需要的或许不是非黑即白的一个判断，而是能够兼顾法律尊严、以人性温暖的解决方案。这起历时690天的案件给予我们多重启示啊。其一，婚姻登记前的这个法律关系亟待明晰；其二，青年婚恋教育需要加强权利义务认知；其三，司法实践中如何兼顾法理与人情，仍需探索。正如社会学家所言，在传统婚俗与现代法治的碰撞中，我们既要守住法律底线，也要保留对人性温度的体察。这个案件其实早就已经超越了个体的命运，成为了剖析当代婚恋病灶的一个手术台。彩礼契约化、婚姻证券化、亲密关系刑法化的三重异变在此交织，舆论场的撕裂更加触目惊心。Girls Help Girls 与男性生存危机的声浪，将婚姻登记处变成了看不见的硝烟战场。当我们在监控回放中寻找真相，在司法文书中解构爱情，或许更应该思考的是，被彩礼协议捆住的婚姻，究竟是需要刑法兜底的风险投资，还是该用民法典重塑文明契约？令人唏嘘的是呢，婚姻本来就是代表着爱情，但是在这场官司里面，我们从头到尾看到的都是彩礼、房产啊等等金钱因素，甚至需要签合同来表达双方意愿，唯独在里边没有看到爱情2个字。或许我们真的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啊，婚姻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全是精明的算计，那么结婚的意义又在哪里呢？今天的讨论没有绝对的答案，但希望引发更多的理性思考。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观点。你认为婚姻中契约与情感孰轻孰重？法律又该如何回应复杂的人性现实？我是古言，我是紫薇，感谢大家收看人微言轻，我们下期再见，拜拜。